大家好，今天来说一下这个ACM Depot 里边它的这个数据以及这个脚本这部分，也就是客户比较容易多的一些地方在使用上。那么我们先打开来这个设计器。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手册，就手册里面可能也有相关的说明，但是可能现在以视频的方式可能更加直观一些。尤其是 ACM Report 每个组件其实都支持绑定一份数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组件类型其实有很多，包括我们这里可以直接选择创建的这样的这个文本组件，还有这个表格的一个组件，包括它的条码组件，以及还有直线也可以，包括图像、图片也是可以的，包括图表。那么我们这个数据绑定以及它的脚本是在这个按钮，我们可以把它放大一点，然后可以看到右上角这个属性面板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数据脚本的按钮，我们点击它会看到，就是第一个框这些数据这里其实就是它数据绑定的脚本，还有这个前置脚本、后置脚本和结束脚本这三个脚本的关系呢，其实是在我们整个这个模板它执行周期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周期的回调，相当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数据的绑定吧。然后，首先是数据源方面，很多可能这里数据源跟我们一些之前一些常见一些像水晶报表，像这个 Just Report， 包括一些反软，还有一些润前一些报表，它的报表产品可能不太一样。我们这里有个数据源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数据库连接，而是它是一个只是用来辅助设计的，它只是定义的，就只是一个定义。我们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模板是吧，在业务里面生成的时候，它有哪些这个传递数据进来有哪些字段，然后来辅助我们一些实施人员可以通过这些比如说拖拉的方式进行数据源的绑定。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当前日期的绑定，那么我们可以首先选择这个控件，然后双击它，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已经变成了我们这个系统组件跟数据源里面的一个的一个表达式了。所以数据源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一些数据源，它其实在里面仍然是一些表达式，只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后面这里来进行一个，就是说系统只是作为其实它真正的东西还是这段脚本，只不过这个是企业显示的时候，它如果你有后面这段注释的话，它会帮你就是说显示成注释里面的内容，这样可以方便就是说我们一些后期的维护啊。这里后面再说吧，这里。然后我们先看了一下，其实大部分的场景里面并不会使用到这里，只不过像一些动态表单啊，像一些 SaaS 产品的话，像 OA 产品的话，这些动态表单的话，它可能会用到这一块。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这里。首先的话，在实际就是说使用的时候，这个ACM Report 其实是它并没有去定义这个数据源，你可以使用任何像 Java 里面的对象，包括 bin 啊，包括这个 map， 包括你用 JSON 对象，或者是包括的数据 JDBC 连接查询出来的结果，那个 Lisa set 也可以作为数据源，但是这个使用的比较少啊。而且它使用不当可能会造成一些数据一些连接未关闭啊，像这些数据库资源未关闭这种情况。
然后呢，在整个就是说绑定其实是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我们那个组件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嵌套的关系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边组件大纲这些视图里面去可以去展开，也要看到它们的嵌套关系。比如说，嵌套关系其实是个组件父子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表格的行，它的附组件其实是一个表格，现在这个表格的附组件它是一个它的附组件是 body， 然后 body 附组件是 page 1是吧？那 page 1它的附组件是这个 template。所以我会看到这些，其实这个数据，数据模型是一个这个相应的跟我们这里一个嵌套关系，因为每个这组件其实它都可以绑定这个通过这个数据脚本来绑定一个数据对象嘛。有没有看到 page 1它是一个嵌套的关系嘛？然后我们执行的时候，其实它其实是对应我们这个执行的顺序。比如说，先执行 template 对吧 ？template 它在执行 template 的时候，它然后去就是同时去执行它的一个它执行它的子组件，就是它的子控件的话，其实就是这个 page 1，我们其实这里可以添加多个 page 的，我们可以添加多个 page 的。大家可以就是说，并不是只限定单个 page 的单个页的。那比如说我们执行 body 的时候，在执行 body 的时候，相应的会执行它的这个里面的子组件，比如说它的表格啊，它的条码和图片啊。那我们回到我们的文档，其实就是它，比如说在执行这个文本组件的时候，比如说在执行这个文本组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文本组件的时候，它副组件 page 1就是说对应我们这个站上，这个站是我们这个引擎定义的一个站。比如说它在执行这个 test 就是文本组件的时候，我们因为这是从负向子这一层层，就是说相当于我们一个数的结构，然后就是说进行一个深度的便利嘛。那么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其实因为这个 root 其实注意是这个 root 其实是我们这里在这里是器预览的时候，其实是对应我们这里这个预览对话框里面填写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其实就是它这个 root 的数据其实就是这一段这个 JSON 就是 JSON。然后其实在实际就是在我们集成到我们的系统的时候里面的时候，它其实对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示例工程。大家如果没看到，我可以看我们上一个视频，就是讲示例工程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生成，比如说生成 PDF， 那么其实这个 root 其实就对应我们这个预的，这里传递到我们这个引擎里面的一个需要填充的数据，其实它对应它的 root。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在 test 1的一个脚本里面去访问一个就是变量的时候，在脚本里访问一个变量的时候，它是根据这样一个规则来进行查找的。如果这是从查找的一个顺序，其实就是对应我们这个数据站从上，就是从顶往下，从顶部往底部去一个个去查找，就是查找根据它的副控件它的副控件上绑定的数据，一层层往这个 root 方向去查找。那么比如说我们如果比如说如果是这个 body 上面它绑定的数据对象是一个 Java Bean 对象的话，那么就会通过
反射的方式，然后查看它是否有 get 或者 set 方法对应的那些属性。如果有的话，那么就直接返回搜索，直接结束了。如果就是说如果没有找到的话，那么就会继续通过反射的方式，然后看到是否有这样，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个变量名有跟这个变量名一样的一些public 这个公共字段，如果找到了，那么就结束。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继续下一个步骤，比如说下一个判断，比如说这个绑定对象如果是一个 map 对象的话，那么就会判断它是否有这个 key， 如果有这个 key 值的话，那么相应反映它相应的这个 wire 的值。那么如果没有的话，那继续往下一步判断。如果是一个 reset 的对象的话，那么就是对应，如果有通过这个 get metadata 就获取它的类信息的那个类信息，如果判断它有这样的一个类的话，就是说，那么就相当于获取这个 reset 当前游标的对应的行，然后返回当这类。然后这里面需要注意是，这个数据脚本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东西。数据脚本的话，它那里有好几种写法。就默认情况下的话，它是一个文本，它并没有，就是说并不是一个脚本，它是一个文本。比如说现在 test， 它就是一个文本。我们就是说在预览的时候，它就是显示，可以看到。你稍等，第一次可能它很多东西没加载，可能会慢一点点，然后第二次它就很快了。比如说我们这里看到，它就直接显示 test， 因为 test 因为这个数据脚本就是说，其实默认情况下它并不是脚本，它只是就是说做一个文本字符串的形式，就是文本，然后作为一个就是直接是作为绑定的结果。然后有好几种写法，比如说一种是比较就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就直接写等号，就等于 A 是吧 ？A。那么访问就是说，比如说现在这是一个简写，其实是一个脚本的简写形式。然后比如现在访问 A 的时候，它会首先往副组件去查找，比如说现在是 body， 它的副组件直接副件是 body 上面呢没有绑定任何数据，没有任何数据，所以说肯定找不到这个 A， 然后再往上查找它的副组件，然后这个page 空间上面也没有绑定任何东西，所以可能也找不到，然后再继续往这个副组件方向去查找，然后 template 这里没有绑定任何的东西，所以说也找不到，然后继续往这个跟这个站的底部去查找，这跟方向去查找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root 其实就现在预览的话，就是对应我们这里这个JSON 对象，那么可以看到 root 上面定义的 A， 所以说可以访问得到。比如说我们现在预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直接是等于1的，可以访问到的。那么另外一个方式的话，是或者以 JavaScript 这个注释开头的话，那么引擎会将它设为一个脚本作为执行这个 JavaScript 的脚本。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注释，注意中间不要有空格，然后我们可以定义一个 b 等于 a 乘以10，然后返回 b， 然后脚本的最后一行就是说它会作为一个结果，然后作为一个数据脚本的一个结果，然后返回给引擎，然后引擎将这个结果绑定跟这个控件绑定起来。比如说我们确定，然后我们确定这预览一下，我可以看到现在它变成了 10.0， 是吧？然后需要注意的是，就是说脚本的最后一行结果会绑定到
作为结果绑定到空间上面，而且但是脚本中间定义的变量就是说它不会绑定到这个我们上面的这个站上面的，因此这个比如说我们一些子组件是无法访问到这些中间过程变量的，比如说我们 body 是吧 ？body 上面可以写一个脚本，比如说我们 body 是一个比如现在我们定义了 B、C 两个在脚本的第一两个中间变量要返回 C 是吧？那子组件里面是无法访问到 B 的，比如这里我们直接等于 B， 那么最后其实它是访问不到的，我们可以预览一下，是吧？它是空白的，就是说其实中间的变量是会丢弃的，只有最后那个返回，这最后的一行的结果会最后一行的执行，就是说这个结果会被绑定到这个空间上面。这里跟刚才说的一样，就是说，如果是有组件嵌套的情况下，它会就是说子组件可以访问到副组件里面它的一个绑定的数据。再写一个吧，比如说现在我们 body 里面就可以绑定一份数据。绑定一份数据，那么我们这个可以访问到 A1， 我们可以在这单元格里面去访问 B1。可以看到他们就是说现在比如说现在这个 B1 其实是第一行的第一个组件是吧？然后它仍然可以继续一直往这个方向去查找，然后访问到 body， 然后访问 body 里面的这个 B1 的对象。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需要注意的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数据可能有嵌套的关系，比如说这个 C1 它是一个相当于对象，然后里面有ACE， 然后它是一个这个字符串 ACE 这样，然后 BCE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象。这样对象的话，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访问 ACE， 它其实是访问不到的，然后如果需要访问它的话，那我们需要在前面加上 C1 点，因为它访问的时候其实只是访问，就是说查找这个对象，比如说这样的是 data 对象是吧？那 data 对应的对象，然后它这层下面的一些属性，比如说它这层属性的 A1、B1、C1 是吧？然后我们如果需要访问它子集的话，我们需要加像 JSON 一样，像加这个点位运算符去就是说去拿它的相应的一个属性一个成员。比如说我们预览一下，我可以看到能正确获取到它的 ACE 的。然后这里在介绍这个脚本之前，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执行的概念。执行概念其实对应我们这个对应我们比较类似于我们这个排版吧，比较类似于我们 Word 里面这个排版的一个操作吧。它是一个因为
因为其实是我们在就是说在这个引擎生成这个报表这个文档的时候，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个文档是吧？这是一个模板对象，然后把它其实执行的一个操作，其实只是将这个模板转换成我们对应的像这个 PDF 啊，或者 Word、Excel 啊、HTML 或者图片之类的。这是其实只是这样一个转换的过程，所以我们把这个过程我们这个动作我们用执行这个术语来描述。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同一个容器的时候，它执行顺序其实是按Z 值的一个顺序来执行的。Z 值越小的话，它首先要被执行。Z 值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 CSS 里面那个 Z index， 它表示这个我们垂直屏幕往里面的一个就是说层次的一个关系，一个深度的关系。就是 Z 值越小的话，就是越下面。Z 值其实可以在这里可以设置，在这里是可以设置。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组件与组件之间其实是可以相互交互的，可以相互交互的。比如说，你可以在 test 另外一个组件里面去获取一个文本的组件里面的一个内容，里面的一个东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是说，因为我们组件执行是有前后顺序的嘛。比如说，你必须，比如说在 test 1被执行完之后，才能够。这个其他组件才能获取到这个 test 1的里面的东西。比如说，我跟你说一下，这里刚才说把这值越小的话，它执行的越早。我们把它设成99，然后我就可以等于 test 点 get content。你看这个组件名称可以在这里选中它，然后可以在这看到，或者在左边的这个组件大纲这个数里面可以看到。OK，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预览一下。OK， 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常的访问到了这个 test 1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表调101呢，它其实应该会报错，应该直接给我们报错了，是吧？它其实直接给我们报错了，因为这个101其实是还没有被执行，所以它是一个 NAR 值，NAR 值是不可能，就是说你有 get content 肯定是会报错的。比如说，这 test 因为它没被执行嘛，它的这值101比这个表格要大，我们默认是100嘛，所以说在这个单元格被执行的时候，其实这个 test 它对应的控件其实根本就还没有被执行，所以还没有就是说就被执行。没有，就是说访问它的时候肯定是那，然后 get content 调用它的时候就报错了。然后我也看到这个脚本，我看到脚本这张，脚本的话，这是刚才我们看到它有那个脚本那个面板里面有4种，就是说有4种脚本可以设置，有4种脚本可以设，比如说我们选用这个文本组件，我们看到。有数据脚本、前置脚本、后置脚本以及结束脚本。那其实这几种脚本呢，其实是在我们这个不同的一个生命周期里面会被就是说使用到。我把它放大一下，可以看到，首先呢，首先会被是这个数据脚本被执行，然后紧接着是这个前置脚本、后置脚本，然后每个组件都是在这个执行阶段的话，都会首先被执行这三个脚本，然后结束脚本的话，就是在这个第2阶段，就排版完成之后，比如说我们的页码已经确定下来之后，才会执行这个结束脚本。我
我们这里可能说的不是很好去描述啊，然后这里用一个就是说这个文本的方式去过程这个执行的过程，用描述一下这顺序，就是从上往下的一个顺序。比如说，先执行 page 1的一个数据脚本，前置脚本，然后到 body 然后 body 里面的一个表格里面的行，然后行里面的单元格，是这样一个前后关系。我会看到这是第一阶段，我们上面就是说我们上面的话，就是在我们等号这个分隔线，然后上面的话我们把它称为第一阶段，然后下面是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话就是说主要是用来执行它一些结束脚本的。为什么分为这两个阶段？因为其实在这个阶段的上面，比如说在row 1执行这个前置脚本或者数据脚本或者后置脚本的时候，其实它并不知道当前这个比如说在模板的执行它的总页数一共有多少，是吧？然后呢，包括比如说可能比如这个单元格在执行的时候，它可能需要获取下面一些比如说 page 2里面一些组件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可能他需要做一些比如说总合计操作啊，比如对下面的数据进行一个合计操作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比如说现在这个单元格它并没有，就是说下面的 page 2里面的东西其实它并没有被执行，所以说这时候这个阶段它是访问不到下面 page 2里面的东西的。所以说为了弥补这一个阶段的一些缺陷，所以说我们增加了第二阶段就是这个阶段结束脚本这个阶段。这个脚本里面因为上面都被执行过一遍了嘛，所以说你可以在结束的脚本里面去获取，因为这些执行过了，所以说你可以获取 page 2里面的一些组件，一些子组件啊，可以在这样里面的在下面里面一个结束脚本去做它的一些就是说合计操作。然后就是说这个脚本里面有一些就是说内置的一些成员和一些内置的方法。首先是一些内置成员的话主要有这几个，主要就是说其他也有一些其他的，但是不是特别常用，包括用户可以就是说自定义一些就是内置的一些变量，一些内置的方法，也内置的一些对象啊。首先是这个 design value，design value 其实是一个对应我模板里面的一个东西。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 test 这个组件，它是一个在这个模板执行的时候，它是有相对应的一个 design value。那么通过这个对象，我们可以获取我们在设计这个模板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些边框啊，像这些字体啊，像这些段落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背景啊，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些设置，我们都可以获取得到。然后是打印对象，打印对象其实就是其实是一个就是说我们最后描述了就是说我们把我们执行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将这个 design value 转换成这个 print value， 也是我们一个结果，这是我们的一个结果的对象。和这个 design value 其实比较类似啊，就是说它都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公共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们两者都有这些长宽啊，这个位置的一些信息，包括一些字体的样式，其实他们都是就是很多的从这个 design value 就是转换过来的，就是相当复制过来的。还有就是当前的一个执行器其实是我们这个引擎里面这个组件它相对应的一些执行器，它的其实是负责这个转换行为，其实是负责将 design value 转换成这个 print value。
所以它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整个组建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它负责一个，它其实是维护我们整个这个组建的一个生命周期。还有就是这个执行上下文对象，是吧？执行上下文对象的话，其实就是贯穿了我们整个这个执行这一整个执行过程的一个相当于一个上下文，其实相当于一个 map 对象，然后就是说你可以，比如说往里面通过这个 set property 和 get property 来设置一些，就是说贯穿一个全局的一些变量啊，包括我们之前刚才说的一个数据绑定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就是说也是在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上下文对象里面存放在我们上下文对象里面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脚本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一个JavaScript， 不是一个严格的，它其实问题主要是在于我们其实是用这个 Java 的运行时来解释执行这段脚本的，所以说它其实是可以就是说和我们的这个 Java 的运行时进行交互的，这一点特别方便，因为我们很多数据就是说需要动态去获取的嘛，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和我们业务系统啊进行一个交互。这是一些内置的一些方法，包括获取全局页码啊，像这些格式化啊，像这些HTML 扣啊，像这些。行，现在还有一个最后补充一点，其实就是这个数据源模板这里，模板的话，其实刚才说它只是描述了，就是说我们系统在生成这个文档的时候，它这个 view data 就是说实际上传递进去的这个数据这个参数里面，它有哪些，就是说它数据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主要是这样其实主要是个描述作用。比如说它有好几种描述方式，描述的结构。我们先看一下完整的这个结构吧。这是一个完整的形式。其实是一个，比如说字段言可能是一个，可以是一个相当于复合的对象，复合的一个结构。那么可能有子字段啊，像这些东西。就比如说这个，我们把它可以看到，第一层的话有这3个字段 ，View 3其实这个字段3的话，它是一个复合的字段。那么复合字段它里面是由这个子字段1和子字段2这2个来组成的。比如说我们复制到这里这一器这里，我们可以新建一个数据源。我们先不起名字嘛，我们可以编辑它，用确定，我们选中它，这是一个完整的形式。然后这是一个就是说也可以用一些简写的形式，比如说它是使用这个，我们加上这句注释之后，表示它是一个，比如说它是一个 demo 的一个形式。我们这比较常用一些，就是说我们可能大多数接口情况可能是一个 JSON 的一个，就是说相当于字符串，就是我们也有一个 demo 的数据的，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就是说我们一些现有的一些数据demo 的，就是说这个响应的一个格式，相应的一个内容，那么直接就可以加上注释之后，那么它其实就可以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我们新建一个，
编辑它，我就确定。OK， 我们可以双击这个模板，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数据源组件这里，把它就是说现在解析出来了。其实这是对应我们的里面刚才那个模板里面的内容的一个字段，描述的一些字段。比如说，我们需要把这组件跟这数据源绑定起来，然后我们就双击它，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因为就变成我们那个一个模板里面，就是说这里，因为这个表达式就相当于 expression 这个字段里边的内容。然后同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说使用现有的一些数据的 demo， 比如说我们新建一个1，然后我们编辑它一下。我们这里就可以使用一些现有的一些，就是说可能从服务器那边一个响应的 JSON 格式啊，像这种，这需要加上这句注释，这注释表示我们的类型是一个 demo， 这是像一个示例数据，相当于一个示例数据，然后我们把这个就是说值都是忽略掉的。然后其实我们只有这个我们这个 expression 就是相当于 field 1，也相当于这样子的，这个其实它是没有就是说对应的一个，就是没有对应的一个表达式的。因为这里是一样，其实是一样，只不过就是说这是一个相当于简写的形式，像我们这里是一个完整形式嘛，其实这相当于一个简写的形式。就是说比较一个缺点的方式，其实比如说就是字段2的话，它其实是没有地方可以写这个就是说表达式的，这个缺点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看一下。OK， 我们可以看到解析出来了，我们可以通过双击的方式来跟它和这个控件来进行绑定。